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叫真相如此可贵，假如看不到，你就基本上傻掉了。为什么想到这一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刷推特啊，突然看到一篇爆炸性新闻呢，Breaking News，讲什么呢？说在拜登当政期间呢，美国不是有40万人就业吗？这个数据完全是伪造。看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心里面哑然一笑啊。就什么呢？我倒不是质疑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啊，我想他既然把这个事情兜出来嘛，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我是在拜登当政的那个时候啊，他当时公布的那个什么新增就业人数多少多少万，我当时就不相信，现在证实这又是个假的。那为什么玩书能够有这个超前预判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也不是我有多聪明，也是吃亏上当太多了。我看一个事儿就这么看，比方说当年的拜登曲线，是吧？2022年那场被操纵的选举，那个拜登曲线是明显是违背常识嘛，是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反常必有妖啊。对不对？那么明显的，这么一般的点票到80%多，川普领先，那后面还有10%-20%就不用说了，对不对？但是他居然把票翻过来了，有没有可能性？很小的概率，是不是啊？这种小概率事件居然发生，肯定是做鬼。那么但是你又没有明显的证据，对吧？你又不可能监票，所以我就对美国的选举制度产生了一个怀疑。那么这个怀疑往后一推理，他那个选举选票都敢造假，那什么东西不敢造假呢？这不是简单逻辑吗？所以我对拜登的东西都不相信的，对民主党的东西我全不信，我全部质疑。哪怕他说一句话我都质疑，所以被玩说质疑对了，对吧？那我就谈到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真相啊，真的很难得。尤其像政府，你像这个美国，据说啊，我们大家都承认，美国这个政府基本上是在民主制度这块啊，言论自由这块，它应该是最不说是最透明，起码是很透明。在民主国家，在发达国家，美国还说什么呢？自由的灯塔，对吗？他就是这样的去把这个真相给掩盖，对吧？美国都这样了，其他国家是不是啊？那不需要多说的啊，一样那更差了，对吧？所以呢，我看了最近又看到川普啊，专门跑到去见了一下那个鲍威尔啊，鲍威尔这个联储会的这个董事局这个主席，为什么呢？鲍威尔不降息呀、啊，川普过去施压啊。看这段视频很有意思，川普从口袋里拿出张纸啊，你这个超标了哈，25亿美元这个投资超标了啊。鲍威尔拿过来一看啊，是那个楼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看什么呢？我就看着鲍威尔啊，这也是典型的是被这个假象迷惑住了。他认为美国这还是个繁荣啊，有通胀在繁荣，实际上美国早都衰退了。疫情以后，疫情衰退不用说了，对吧？疫情之后，大家以为恢复，但是都没有恢复起来。美国也在衰退啊，那个物价上涨哈，有一定的假象。那油价呀、鸡蛋价呀，对吧？那个鲍威尔的报这个不放啊，有通胀，但是现在明显通胀量下降啊，是吧？美国经济也很差，加拿大也更差，是吧？你像这个东南亚的泰国也很差，所以我后来在去年做了一个视频，全球经济衰退这个惨烈进行时，你看只那几个数据可以看到，美国的信用卡违约数上升，这个一个指标就可以管准了。为什么呢？信用卡他就没钱还了，这是吧？小老百姓信用卡有违约是吧？泰国的旅游数据下滑是吧？这个是排名前10的旅游国家下滑。所以我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讲到这个全球经济这个惨烈下滑，对吧？
所以川普也着急啊，引进外资啊，回流，这是美国制造回流啊，加高关税啊，想让美国富裕一点。哎，现在有起效果了，那通胀也控制住了，对不对？但是呢，利息还这么高，那肯定是不合适的。那这里说的我的小私心啊，就是完说在半年以前啊，就买了这个美国长期国债基金，那套住了，现在亏了10%左右。那是不是我眼光看错了呢？啊，我现在认为我还没看错啊，只是说买这个时间点的没掌握好。那么就跟鲍威尔有关了，这个家伙不降息，他一降息，完事就赚了嘛，什么起码完事可以回本嘛，对不对？你看那个我买的 TOT 最高点是从160、170的高点达到了90块钱，完事是吧？去拿货，这一拿货还又套了10%，所以看清真相啊，往往真的很难啊。我还说是我通过复盘，就假如这个事儿我再发生一次，我会不会还买这种长期国债？我后来想了一下，如果我当然我也可以吃亏之后总结嘛，就是再去考虑个情况呢，我还会再买。为什么？因为这个毕竟是个经济下行的情况，就是应该持有债券或现金嘛，对吧？要么债券，要么现金，对不对？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标准状况，不同情况还不同，对的。前段时间玩是不是全仓压入嘛，对不对？你经济危机不行，你为什么还敢压美股呢？哎，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理论了，就是什么呢？全球资金向美国集中，没有川普，那个美股真要掉，大掉。哎，有川普来，这个资金来了，是吧？这个美国经济给它再次复苏，是吧？产业链呢真的回流，所以美国稳住了，在川普的努力下稳住了，这人为的一个流失，小流失起来了。一般来说，你不可能这个经济危机情况下，你不能是在持有股票嘛，对不对？所以王叔全仓压股票啊，这个目前看来是做对了啊。债券的这块呢就没起来，对不对？所以呢，虽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真相假象啊，但是假象更多，真相难能可贵啊。我们就再扯点别的啊，这个你像这个像美国这个疫情，美国死多人，全世界死多人，是吧？3年疫情，美国死了120万，排名全世界排在第一个，你说可不可笑？美国的医疗条件，发达国家，对吧？他凭什么他死人最多呢？对吧？你看，这就是一个假象。美国死的人多，其他人国家反而死的少，你觉得信吗？或者按比例来讲的话啊，美国就有3亿多人嘛，啊，他死100多万，你人口比他多的，你死的还比他少吗？对不对？大家多想一下，好不好？所以美国是一个透明的制度，哎，当然这个美国疫情期间，他只要死的人，他就要从医疗保险多赔点钱给他，所以他就是可以往上报，把什么病都归到这个新冠，对不对？他就是最高的。那其他国家数据很低，你信吗？你信了，你就傻掉了。这是王叔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要信，你要通过脑子想，对吧？哎，你比方说中国的这个死亡人数和美国死亡人数，哎，你看中国的少多了，你信吗？对吧？那到底多少呢？是吧？我再谈一个这个新冠这个病毒这个疫情这个来源的问题啊。在当年我也是疫情期间从武汉到了加拿大，在家待着没事儿，我就想一个问题：这么大的疫情，让全世界都得到了这个风控封锁了，到底怎么来的呢？没有一个媒体报道，没有一家媒体追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稍微做下研究啊，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中国的武汉是这个冠状病毒的啊一个最大的这个病毒研究所在武汉，全世界的啊。它也不同，它这个在病毒研究方面不同的病毒，这个比方这个研究所某种病毒的，在印度，这个研究所在美国，那个研究所在乌克兰，举个例子哈，冠状病毒最大的在武汉，武汉好几个研究所，有几级是吧？3级、4级是吧？这个反正从大的到小的都在武汉。
冠状病毒。那么全球关于冠状病毒的样本的研究啊，大家可能把这个包括疑问呢，就可以发给武汉研究所，让他们去外包。这个现在也形成产业链了，并且在武汉搞的病毒研究所还是美国这个是吧？美国这个生态联盟啊、打扎克啊、福奇那帮人赞助的，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哦，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哦，中美两个大国啊，这个出了事之后啊，就没结果了，是吧？是吧？这一想，这怎么回事呢？对吧？哎，所以当时我一研究，哎呀，这里面水好深呐、后来再一看呢，哎呀，怎么一个华南这个生鲜市场是吧？最先爆发的。我看了一下地图，发现华南这个生鲜市场离这个武汉有家也是个病毒所啊，那个大概应该是2级的还是多少，就是级别比较低一点的，就离了只有400米距离啊，哪这么凑巧啊？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呢，大家只有凭脑子去想、去猜测了啊。我们常人也没有证据，对不对？但是只有凭常识，对吧？我当时在华南海鲜市场，是吧？所以呢，王叔在想一个问题，就真相真是很难获得，对吧？我们看媒体，你看为什么川普当年说这个媒体叫 fake news 假媒体是吧？假新闻，现在看起来看到没有，全是的，是吧？什么 CNN 呐、华盛顿邮报啊、纽约时报，全是左媒的假新闻。你看，对吧？当年这个现在通俄门事件是吧？没有通俄门，把它炒的有通俄门，他们也不核实，反正是吧？当时奥巴马搞的啊，他们就信奥巴马的，哎，那川普的话都不信啊，所以他们自己也受蒙蔽啊，对不对？现在川普一诉一个准啊，你只要污蔑川普，川普啪打出法律的牌，哎，你马上就几千万和解费、上亿的和解费来了，多好啊，对不对？所以真相就是真相，假象就是假象，对吧？我看在这个中文圈里面媒体啊，我还是比较服气几个人啊。一个像这个大 V 什么王志安是吧？他是原来央视记者出来的是吧？他这个做事还是很有这个调查研究的精神，对吧？我觉得很多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所以看他的也看一些啊。但是他同时他也会有误区，比方说他讲这个中医，他认为中医的扯淡，一没用是吧？王叔我家里的岳父是中医，哎，我觉得中医很好，哎，我觉得中医有作用，是吧？所以虽然中医作用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快，疗效不那么快，但是还是有作用，对不对？不能被这个偏见的影响。有些人有偏见可以理解，就王志安有偏见，我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中医是吃过亏了，对吧？但是也不能，是吧？这样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还应该更加客观。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应该养成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就是说，当我这个观点和别人观点相左的时候，对方提出来的问题，我马上进行反思，他的数据、他的事实，我们考虑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一点啊，跟大家分享，对吧？你像这个，我觉得巴菲特啊，包括查理芒格啊，他们这点还非常好。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问题，就一旦买的这个企业的股票或者这个公司一旦有问题，他们想第一时间掌握坏消息，哎，这要及时的处理，对吧？坏消息并不是坏事儿，对不对？哎，但是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坏消息，那你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坏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媒体啊，你像这个，包括还有一些中文的大 V，这个像大康啊，做的不错的嘛，这国际新闻报道是吧？那总是对川普看不顺眼，总是搞两句川普，实际上这对他来说也是有损害。你老是把川普看扁了，对吧？就是你真相，你正好是你看的是另外一面啊。川普有他的不好的一面，比方说大嘴巴说话，但是他有好的一面，对不对？现在川普的你看搞经济就搞起来了吧，对不对？就假如说，比方说我不是说大康是买股票，他肯定觉得川普的经济会搞得不拉稀，那肯定不会去买美国股市，是吧？川普来这搞坏了，那王叔认为的搞对了，对吧？那我这个正确判断就产生差异了，对不对？我做对，他做错，那我就赢了。所以真相很重要，辨别真相的能力也很重要。然后从政府经常会掩盖，对不对？可以理解啊。美国政府都要说自己好话，对不对？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哪国政府，都是这样的道理。哎，有意无意的，他是说自己好的，所以他往往真相不让你知道。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吧？媒体有时呢，他有时有这个也有偏见啊。我说的包括像中自媒体吧，你像王志安是吧？大 V 啊，这个大康等等，对吧？举个例子啊。所以呢，我们要这么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商业方面的广告，那更多了。商业方面，对吧？你这个，每个什么是减肥药、什么产品那都是吹自己什么有高的疗效，实际上啥都没有，对吧？所以更多的让人陷入这种媒体啊、广告的这个轰炸之下，真相往往很难发现。比方说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在淘宝上一个商品，它往往有很多点赞啊、点评，好。你一相信完了，他们都自己做的，对吧？所以我老婆买东西，他们还有点精妙。我那些一亲戚朋友啊，只要在淘宝买东西，都点评的往后看，不要往前看，往后看，往后看啊！尤其看反对意见啊，在哪个商品，哪些反对意见的，往后多看，多研究，哎，避免买东西买到假冒伪劣上当。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吧？去伪成真。对不对？所以看评价看最后几页，对吧？所以呢，今天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呢，什么意思呢？王叔来个结论啊，就是说真实数难，怎么办呢？王叔提供几招大家考虑一下。第一就是呢，核对数据，看数据，用数据说话。当然，数据要真实，你真不真实，数据不是不太的嘛。现在很多数据都是假的，所以要看这个基本数据。比方说，我认为中国人口到底多少亿？他说14亿，你认为14亿啊？多少亿呢？不知道。就有个日本学者研究是吧，关于这个食盐量，就吃的盐的多少啊？100年中国人吃盐是多少？通过吃盐的量呢来分析中国到底多少人，他得出结论是8个亿。当然你也不知道他是对是错，对吧？反正是没有这个14多亿、14个亿啊。有的中国的手机啊，活跃用户数来看。王叔我怎么看呢？我看这个1949年那时候的出生人口大概是1000万左右，到了2024年，这个出生人口降到了900万左右。那个时候1949年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的总人口大概是5亿左右吧，5个亿左右，出生人口1000万。现在说10几个亿出生人口呢，这个只有不到1000万，900多万。那么是不是中国人这个生活习惯改了，不愿意生孩子？这个也可能，这也可能。所以说呢，这个数据呢，就只能说是来判断啊，不能说完全来这个推导它多人。这个数据是吧？所以我估计没有14亿啊，估计10亿左右啊。就是说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看数据，往往就很多是假数据，你不能相信，你还自我判断。你比方说我也可以从疫情来倒推啊，疫情美国死多少人啊？3亿人死了100万，是吧？那中国如果是死了只有按照目前他的数据只有死了10万人的话，是吧？那一推中国的哪有3个亿呢，对吧？所以这个数据来回比较，你不要都相信啊，这个叫验证真实性这个意思啊，很难的，真相往往很难的。第二就是凭常识了，实在也没有数据，就凭常识。这个凭常识来推，没办法了。就像那个拜登曲线，你这明显不可能嘛，是吧？你这个500万人中一个奖，是吧？你今天啊，玩书中了一次奖，大奖500万的奖，500万人啊，你买的彩票你中了，下次又中了一次，你这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你是吧？是吧？就是凭常识，所以呢，来看这个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什么呢？往往啊，很多人这个关于这个常识没有，数据没有，那往往就看不到真相，看着假象。一旦有假象，那最后得到的判断、得到的结论往往是错的，好不好？今天周末啊，跟大家玩书杂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新开一个栏目叫玩书杂谈，好不好？没什么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自己一个总结，大家愿意听就听啊，不愿意听也无所谓，对吧？好吧，我也是我自己的总结，看看如何经常啊关注，是吧？如何去伪成真，拿到真实数据，实在不行就凭常识，对吧？否则人活这么大，老看的是假象，那就跟傻掉人一样了，好吧？分享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好，谢谢大家。